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我是蔡哥蔡志林，请您现在务必拿出钱包，抽出所有银行卡，戴上眼镜，仔细看卡片正面，找到月份、年份4个小数字，例如2月26日，看看日期是不是已经过了或即将到期。如果是，请您警惕，这张卡的芯片即将或已经停止工作，一旦过期，它就成了一片废塑料，取款、刷卡消费都会失败，绑定的水电、保险等自动扣费也会中断，生活很可能因此乱套。这就是我们急需面对的银行卡过期危机。为什么2026年特别关键？回想2016年左右，全国曾集中将磁条卡升级为芯片卡，当时很多卡的有效期设为10年，2016年加10年，正好是2026年。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关乎每个人钱袋子的隐形地震。若不提前处理，急用钱时可能束手无策。本频道专为中老年朋友开设，像老朋友的会客厅，只聊实实在在的健康与理财守护。如果您觉得这是重要，请点个关注，按下小铃铛，以后银行新规、生活里的坑，我会第一时间提醒您。也请您点赞，让平台把这份提醒推送给更多需要的老朋友，咱们抱团才踏实。现在咱们就手把手拆解风险，教您平安度过。我为什么敢说银行卡会过期这件事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大的知识盲点呢？原因很简单，在咱们过去的认知里，银行卡就跟以前的存折本子是一样的。那存折只要纸张没烂，页数没打满，哪怕在抽屉里压了20年，拿到银行去，照样能取钱，能存钱。所以咱们自然而然就觉得这张更结实、更漂亮的塑料卡片也应该是永久有效的。但今天蔡哥必须告诉您，这个想法是错的，而且错的可能让咱们付出惨重代价。存折是个物理本质，靠的是上面的墨水和磁条记录信息。可咱们现在用的这种带芯片的卡，它本质上是一个微型电脑，里面是精密的集成电路和电子芯片，是电子设备，就有设计寿命，就会老化，就有报废的那一天。卡面上印的那4个数字，就是它的死亡判决书。前面2位是月份，后面2位是年份。比如2月26日，就是说这张卡的芯片在2026年2月的最后一天晚上12点，内部的加密程序就会准时自杀，彻底锁死。这可不是银行故意给咱们找麻烦，恰恰相反，这是为了咱们的资金安全。科技发展多快啊！10年前保护咱们钱的技术，放到现在可能已经不够看了。所以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就是给这种芯片卡设置一个有效期5年、8年或者10年，逼着咱们到期必须换一张采用最新加密技术的新卡，把风险堵在门外。那么如果咱们没注意到这个日子，卡片真的过期了，会怎样？后果的严重性可能远超您的想象，它就像推倒了一排多米诺骨牌，会让您的生活一环接一环的出问题。第一张倒下的牌，我叫它曲线死局。请您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半夜，老伴或者孙子突然肚子剧痛，必须马上送医院。到了急诊，医生说要先交5000块押金才能办理住院。您身上现金就几百，但您心里有底，因为您的退休金工资卡里明明有好几万块钱。您拿着卡冲到医院楼下的自动取款机，手可能都有点抖，插卡、输密码，满心期待。结果机器滴滴2声刺耳的警报，屏幕跳出几个冰冷的红字：卡片无效或交易拒绝，然后把您的卡吐了出来。您以为机器坏了，换一台，还是这样。那一刻，您看着手里这张熟悉的卡，明明知道里面有钱，可就是拿不出来。前有生病的家人等着交钱，后有深夜的无助包围，那种感觉足以让任何坚强的人崩溃。对于咱们很多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扫码的老年人来说，这张实体银行卡就是咱们通往自己存款的唯一一扇门，门锁锈死了，屋里金山银山也救不了近火。第2张倒下的牌是消费死局，这关乎咱们的脸面和日常便利。比如快过年了，您高高兴兴去大超市置办年货，鸡鸭鱼肉、糖果点心装了一大车，排了老长的队，终于轮到您。收银员算好账，您像往常一样递上银行卡，心里可能还在盘算着东西够不够。只听滴一声，收银员皱了下眉，说：大爷，您这卡过期了，刷不了。后面排队的人都看着您，收银员也爱莫能助，
只能让您换张卡或者付现金。要是您没带别的卡，现金也不够，那怎么办？只能在一众目光中尴尬地把一车年货再一样样放回去。又或者您请几位老战友下馆子，吃完饭抢着买单，把卡递过去，却被告知卡过期刷不了，这面子可就丢大了。这种当众出丑的滋味，对咱们这把年纪看重体面的人来说，真是太难受了。第3张牌是最隐蔽、最阴险，也最容易造成不可挽回损失的，我管它叫扣款死局。这个很多老朋友根本想不到，咱们现在的生活其实早就和银行卡绑在一起了。除了水电、煤气这些生活缴费，更关键的是您的各种保险、养老保险的续费、医疗保险，特别是那种保大病的重疾险，很可能都是设定从这张卡里自动扣款的。卡片一过期，账户虽然还在，但扣款的通道瞬间就关闭了。很多扣费系统很死板，它只认有效的卡片信息，一次扣款失败，它可能就不会再试的2次，结果可能就是您家里突然停水停电了，您还不知道为啥。最可怕的是保险，如果因为卡过期导致保费没交上，又超过了保险公司给的几10天宽限期，您的保单合同效力就终止了。万一就在这个时候查出了大病需要理赔，保险公司一句您保单已经失效了，我们无法赔付，那真是天塌了。我见过真实的例子，一位老哥就是忘了卡过期，重疾险断缴了，后来中风住院，一天好几百的护工费都得自己硬掏，后悔的直捶床板。这可真是因小失大，捡了芝麻没及时换卡，丢了西瓜几10万的保障。说到这里，相信您已经冷汗直冒，彻底明白了，检查卡片上那几个小数字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守住咱们资金生命线的头等大事。那么问题来了，发现卡快过期了，咱们该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去银行换一张新的就完事了？蔡哥告诉您，这里面的水很深，如果不懂这里面的门道，换卡本身就可能给您换来一大堆新的麻烦。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也是今天我要告诉您的核心生存技巧。当您去银行柜台换卡时，柜员一定会问您，老先生、阿姨，您是保留原来的卡号，还是换一个新的卡号，还是换一个新的卡号？您可千万别小看这句话，您的回答将直接决定您未来几个月是省心还是跑断腿。很多老朋友为了图快，或者觉得卡号无所谓，顺口就说换新的吧，快点就行。这时候柜员通常会很高兴，因为1号换卡也就是给您一个全新的卡号，往往当场就能从柜子里拿一张预制好的卡给您，您马上就能拿走用，听起来很方便对吧？但是蔡哥今天必须用最大的声音疾呼，除非这张卡您从来没用过，没绑定任何东西，否则千万不要贪图这立等可取的几分钟便宜，一定要选择保号换卡，也就是同号换卡。为什么？因为卡号就是这张卡在金融世界的身份证号。您一旦换了新号码，就等于您这位老朋友换了一张全新的，别人都不认识的脸。那么，所有原来认识这张老脸的地方，全都得重新去登记一遍。这意味着您得跑去社保局变更养老金的发放账号，不然下个月的退休金就打不进来了。您得跑去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燃气公司，一个个营业厅去排队更改扣费账户。您得让儿女帮忙把微信、支付宝里绑的这张卡解绑，再重新绑定新卡。您买的所有的保险得一个一个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申请变更缴费账户。如果您还用这张卡炒股，还得去证券公司改3方存管的银行卡。这一大圈跑下来，对于咱们腿脚越来越不利索，记性也不比从前的老年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看不到头的马拉松。但凡漏掉一个地方，后面就是无尽的麻烦。家里突然没水了，跑去银行查养老金，发现没到账下的心慌，这些都不是吓唬您。所以蔡哥给您的铁律是，坚持选择同号换卡。银行柜员可能会告诉您，保号的话，卡不能当场拿，需要后台制卡，要等7到15个工作日，您就安心的等，用这短短1-2周的等待时间，去换取未来几年的省心和安稳。因为卡号不变，所有之前绑定的业务都纹丝不动，养老金照发，水电费照扣，您什么都不用管，只需要在家等银行短信通知，然后去领新卡，设置新密码就行了。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用一点点耐心消除未来巨大的风险。当然，这里又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旧卡交上去了，或者被注销了，新卡还要等1-2周才到，这中间的空档期，我万一急着用钱怎么办？这就是咱们老年人生存的智慧了。当您决定去办同号换卡时，在去银行之前，或者就在办理手续的当场，一定要先做一件事，从旧卡里取出一笔足够您家庭1-2周开销的现金，稳稳地放在家里，或者如果您和老伴各有银行卡，可以当场转一部分钱到老伴的卡里备用，千万别让自己两手空空的进入这个换卡等待期，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这是咱们老一辈人传下来的最朴素的真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咱们也必须考虑到，如果家里老人年纪太大，或者生病卧床，根本没办法亲自去银行柜台，可卡又到期了，里面还有等着取出来买药看病的钱，这该怎么办？首先，子女千万不能硬把老人搀着抬着去银行，路上风险太大，万一出点事得不偿失。也别想着自己拿着老人的身份证和密码去柜台蒙混过关，现在都是高清摄像头加人脸识别，一看就不是本人，不仅办不成，账户还可能被暂时锁定，更麻烦。正确的做法是，由子女提前打电话给银行的客服，或者亲自去一趟网点，说明家里的实际情况，申请上门服务。现在国家大力推行适老化服务，大多数银行对于这种确有困难的情况，都提供了双人上门核实身份和办理意愿的服务。虽然可能需要预约和等待几天，但这是最合规、最安全，也是对老人最尊重的方式。聊到这里，蔡哥心里其实挺有感触的。银行卡过期这件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咱们老年人在这个数字时代的不易。年轻人的手机银行 APP 卡快到期了，会自动弹窗提醒，甚至新卡直接寄到家，在手机上点一下就激活了。可咱们呢？如果自己不主动去看那卡角上的小字，根本没人会特意通知咱们。银行的提醒短信也常常淹没在各种推销和垃圾信息里，很容易被忽略。所以咱们不能等，不能靠，必须自己当自己财富的哨兵，多留一个心眼。借着检查银行卡这个机会，蔡哥也提醒您，把家里的身份证也拿出来看看。身份证也是有效期的，特别是咱们以前办的长期证件，算算时间，是不是也快到换证的时候了？身份证一旦过期，麻烦一点不比银行卡小，坐不了高铁飞机，去银行办业务会被拒绝。更关键的是，您名下所有银行卡的身份信息会一起过期，导致卡片被冻结，只能存钱不能取钱。我就遇到过一位老友，卡没过期，可就是取不出钱，急得团团转，最后才知道是银行留存的身份证信息过期了。所以咱们正好趁这次把这2件最重要的证件一起检查了。如果身份证快到期了，赶紧让子女陪着去派出所换新的。新证办好后，记得到银行去更新一下信息，这叫双保险。老朋友们，咱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从粮票到存折，从存折到银行卡，又从磁条卡到芯片卡，眼看又到了手机支付。每一次变化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学习，一次新的挑战。我们不拒绝新东西，但我们更要保护好在旧时光里陪我们奋斗，承载着我们心血的那些老伙计。这张银行卡不就是咱们晚年生活的后勤总管吗？养老金、看病钱、给子孙的压岁钱都从他这里进出，他的健康状况直接连着咱们的生活质量和心头安稳。这张小小的塑料片是咱们晚年从容和尊严的一道重要屏障。今天我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每一个细节都掰开揉碎，就是因为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位老朋友因为忽略了这4个小小的数字，而在医院缴费处、超市收银台或是银行大厅里露出那种焦急、窘迫又无助的神情，那种因为技术原因被一道无形的墙挡在自己财富门外的感觉，太委屈，太不应该了。咱们辛苦了一辈子，不该受这样的委屈。最后呢，蔡哥也请您帮个忙，把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冷知识顺手转发给您的孩子看看，别觉得他们年轻就都懂。现在的年轻人卡多，心思也主要放在手机支付上，那张实体卡扔在哪可能都忘了。他们的房贷、车贷、信用卡还款也可能绑在某张长期不看的卡上，一旦过期，他们的生活也会乱套。咱们做父母的
用自己细心发现的风险去提醒他们，这不也是咱对儿女的一份关爱和余热吗？告诉他们，别光顾着往前奔，也回头看看自己的后勤基地牢不牢靠。再次感谢您的耐心收听，咱们下期再见。